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我2019穿什么样的防摔装备。那我指的是夏季的防摔装备。好，那今天这台车是通勤模式，因为我想看看是不是其实通勤模式也 OK， 那就不会太痛苦。回到主题，我就先从脚开始讲好了。我的脚呢，你看得出来，哇，这不是球鞋吗？没有错，它是球鞋造型的靴子。因为这边也看得出来有个拉链，然后还扣住这边之外，它这边还有绑鞋带的部分，可以完全的卡住，就是怕你鞋带乱跑啦，然后勾到链条什么的，那就糟糕了。那这双鞋呢，它是应该是念 XU Star 吧 ，XU Star。那我实际是在台北的，是叫路易摩托吗？我刚好看到旁边有个阿伯有在选择，然后他可能也是想要休闲的骑车用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觉得这真的很漂亮，那就是感觉又像球鞋，然后安全性这边后面这边这应该是钢板吧，然后还有这边的保护，那就是至少比一般球鞋好，那舒适度我觉得也不错，当然比较硬啊，但是穿久其实就习惯了。那我平常穿这个鞋子就上下班，或是我骑车出去，然后去看什么展览之类的，其实也还算蛮舒服的啦，就不会到不舒服啦。那它也不会有奇怪的声音，因为我穿皮靴的时候呢，常常走路会有叽叽怪怪的声音。那个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有点小丢脸啊。我的裤子它就是牛仔裤，然后这边有做 Kevlar 处理，重点部位都有 Kevlar 的处理，然后多了一层保护。啊，屁股这边也是有，那所以它不会被撕烂，它也刀割不破，那这最佳的保护性。那我里面是放了 D2O 的护膝。那因为 D2O 的优点就是它不用做比别人厚，可是它有一样的就是吸震能力。好，那我在走路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护膝部分其实感觉是会比较低一点的，但是骑车的时候那个位置其实是刚好拉起来是 OK 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裤子跟我的鞋子其实跟之前如果完全的 overlay 的防摔裤比起来啊，安全性可能又差了一点，因为它比较容易晃动，但是舒适性又大幅提升了。好了。那回来就讲我的上衣，这件是 Dainese 的 MIG，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复合式材料。上半身重点部位手肘都是皮，那应该是合成皮。那它的其他部位呢，则是做非常的透气，就是 mesh。那之前的 Alpine Star 那一件，其实我非常喜欢。我也穿了一阵子，那我觉得主要是它保护性，然后又很轻便，非常的舒适，然后收纳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卷起来都没有问题。那它的缺点呢，我觉得就是在它手肘跟肩膀的部分那边，因为毕竟是 textile 关系比较松，那它也没有说可以让你调紧，比如说松紧带。那在高速行驶下，这边那一块就会一直因为风的关系一直拍打。那久了之后，其实一直骑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如果你半小时、1小时，在那边一直啪，我觉得还蛮恼人的啦。那当然还有就是这样子感觉，会觉得它的安全性好像比较不足，因为它并没有完全的包覆。我靠，那车这么多！所以我后来就在找说，看有没有衣服是可能结构性啊，它不会像 Texas 那么的松，然后包覆性又很好，但是又不会太重。那当然夏季的时候呢，也不会太热，一定要透风嘛。那其实我在之前啊，我也有穿过，就是完全是皮衣的，就是 Dainese 有一件，那个还蛮贵的那件。那坦白说，你穿皮衣这样通勤，我觉得还蛮辛苦，因为这个皮衣其实比较重，那收纳又不方便，穿的时候很紧，有时候会觉得太紧绷，尤其比较休闲的情况下。那同样 Mix 系列呢，其实也有搭配裤子啦，那走的就是比较运动休闲风格，也是这样复合式材料，但是因为那个裤子没有 Velcro 放。只是因为那件裤子没有放滑行块，我想说，如果我要买一件皮裤的话，或是像这种复合式裤子的话，有滑行块的话，多这个好像可以平常练车、停车场或什么的啊，想要练定圆的话，刚好可以拿来用。所以后来就没有选择它同一套的裤子，那我反而是选择了像这个牛仔裤，
休闲用牛仔裤，然后去做配合。那在夏季穿呢，其实就算还有点透风，还是会热啦，这一定的。尤其这边有时候到32、33度，那真的是还蛮热的。那肩膀部位因为这边没有透风，手臂这边就会比较闷。但主要它的 mesh 部分，我觉得它那个透风性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你只要在移动的时候，尤其如果你是骑像不是跑车，你是骑一般街车的话，那透风性真的很好。那我是不知道这件 Mix 是不是还有贩售啦，因为我知道 Dainese 每次只要出新产品的，有时候之前过去产品他们就不会再出了。那我个人是选择这个黑色的系列，我是觉得很好看，我蛮喜欢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就简单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牛仔裤，也就是说。看飞机很吵，我选错地方讲话了。This has got to be the worst place. Anyway，沙拉贝斗刚才讲。